为了不干活，连跳楼这种极端方法你都想得出来。我要是武当掌门，我也开除你啊！得，那我这就上去。放心吧，老秦已经去了。那行吧。11个，宝儿姐，这11个人送回公司也是功劳一件吧？嗯。你这么横，应该是领头的吧？这样，你告诉我谁让你们来的，我就让你们回去。小毛孩子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做我们这行的，讲的就是个信用。告诉你，那我以后就甭混了。我不说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我能拿你怎么着？宝儿姐，告诉他我能拿他怎么着。要得。84。了解了没有？我这是工伤，已经报回公司了。我们公司是一个团结的公司，是一个有爱的集体。你的名字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在我们公司挂上号了。你把我打成这样，从今以后就是我们公司的重点关照对象，还想去外面混？你这是诬陷！诬陷？你是一开始就知道他这么贱，才让我找他的吗？我哪知道啊？这算是意外的收获吧。我不可能说。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？为什么要接近我的家人？王道长，我们还没对你家人动手呢，急什么呀？你还敢动手？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外面还有几个同伙？你说不说？老王，别动手。对啊，老王，你看我自残成这样，他也不说，要不我们再去聊聊？现在要想找到幕后黑手，你俩的内景是不是得拿出来用一用了呀？你们俩啥表情啊？我又说错话了？你说的没错，这是我的事儿，应该由我一个人来扛。别呀，要那么轻松能扛下来，你一开始就这么做不就好了吗？一起吧，把阿莲也算上，咱仨一起扛。一起？你逗我呢？不是啊，你们能不能算出来，给我个准信儿啊？老王，你能把4盘都归正吗？能。你说3人一起是什么意思？3个人一起怎么占卜？原来也有你不会的事儿啊！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武侯家的绝学了。我们老早就发现了，内景并不是所有术士独有的，进入内景之后，都是相同的。宝儿姐，一会儿你要守好我们3个，还有啊，别让那边人跑了啊！好吧。这局了，他们等不了了。我好喜欢宝儿姐的风格。走吧，我们找一个空旷的地方。张主任，那眼睛还好吗？我把他揉回去。老王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就这儿吧。首先，这个阵法得由老王来布局。奇门4盘每个时辰波动一次，这个阵法必须在4盘都归正的时候才能使用。也就是说，3奇6移、8门、9星、8神都得落在各自的宫位上。这种时辰可遇不可求，所以在我们诸葛家眼中，这个阵法超级不实用。但是老王在这儿呢，所以对于时间的苛刻要求就不成问题了。第2步，得有懂得行气之人落宫，以自己为祭品。据老人说，先祖孔明曾经打算凑齐暗合3奇6移的15名祭品，以此阵获得通天的力量。可惜啊，最后功败垂成。当然了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更不是什么化身，也不想要什么通天的力量，
不过就问个事儿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一会儿我占丙火刑罚，老王，你占丁火，老张本部和乙木，你用金光咒就可以了。宝儿姐，你替我们3个人守关。我们3人站3旗，我以此阵，带我们一起进入内境。开始吧，老王。奇门显象心法。诸葛青，这就是你来找我的真正目的吧？无论用什么借口都好，你想再看看封后奇门？没什么变化呀。在这边。好了，那我去哪里啊？你在那边。开始吧。离字，爆炎，金光咒，离字，萤火流光，遁甲出阵，归元阵。这是哪？张楚岚，你和老王现在都在我的内境。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，你们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，而身体则都有宝儿姐在外边守着呢。这么牛？老张，你不是提到双色球吗？你试一试在脑海里问一下下棋双色球的号码。问？怎么问？随便想想就可以吗？这就是那个答案，打碎它，你就得到了这个答案。打不开呀！哎，你们俩打开是不是会比我简单啊？聪明啊！因为这双号码对我们2个来说毫无意义，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得到它。而由于你们就在我们的内境之中，所以这些信息都是可以共享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双色球号码告诉别人，会怎么样？这就叫7天，你的命运会被削减的，轻则遭遇各种不顺，重则横死。惩罚的轻重取决于你透露的信息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。但如果你以模糊的暗语传达出去的话，也许可以减轻一点惩罚的效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术士说话总是云山雾绕的原因。好了，老张，基本概念你已经了解了。开始吧，这就是我们进来要问的事情。这次事件幕后指使的身份。这么大，这看着就比问双色球彩票那个球大太多了吧？的确，不然也不会3个人一起进来了。而且在这里消耗和损伤的，是你们的生命力。要退出还来得及。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不用你啰嗦。哇，折寿这件事得加钱啊！开始吧。老张，你用雷法，全力攻击这个光球。哎，
我的雷法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在这个局中，你是踏着以旗进入内境的，所以现在是以木的化身，而我为冰火。我为丁火。这个光球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击不碎它。他在抵抗。你们以为这么重要的信息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吗？都给我做好玩命的打算！长寸，坚持住！成功了。靠我一个人，恐怕要丢半条命才能做到。怎么样，老王？见识到了吧？武侯奇门的妙处。老王，记得加钱啊！都知道了吧？幕后的黑手，数字门目前头号人物，师老之一，陈金奎。你们术士还真是轻松啊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知道想要的答案。要不是你们带我进内境，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体验。我们要不趁着现在阵法还没结束，再多问几个问题？想都不要想！郑楚兰，你问了什么？这就是甲申之乱的真相吗？郑楚兰，郑楚兰，停下！放弃吧，别说我们3个，就算10个、100个也打不开。张楚兰，醒醒！这家伙到底问了什么？快醒醒！来了，3个全来了，赶紧把他们的气送过来。这个这样吧，阿道，郑楚兰，而且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
终于醒了，快走！金人！啊！什么情况？啊！等，断！醒了，我看你们气到处乱窜，完全走偏了，给你们顺气脉。张楚岚，你到底问的什么呀？你差点把我们两个都害死，你知不知道？问你话呢？算了，老秦，把外行拉入内井，我没有责任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大家了。你没有受过奇门心法训练，被迷惑在所难免。如果我没有从内境中醒过来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如果你不清醒过来的话，咱们三奇的身份就不成立，我也就没有办法解除阵法。而你，如果执意去冲击那个答案的话，肯定会粉身碎骨，最后我们两个也会被那个答案给吞噬，沉沦在内境之中，变成行尸走肉。宝儿姐，幸亏你出手的及时，大恩不言谢。没得死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冒险还算值得。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面对的敌人是谁了。接下来交给我了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我的工作还没结束呢。你就是张楚岚，一人演武大会的冠军。陈爷，那都是小聪明、小把戏，跟陈爷肯定是没法比的了。说吧，突然过来找我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陈爷，武当王爷您认识吧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不认识，没见过。那就奇怪了。我怎么听人说您在他家人身边安排了很多人呢？陈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也是受人之托过来跟您谈一谈。王爷是这样觉得，有什么事您冲他来，千万别扯上家人。双方都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不好办呀？陈爷，我再给您建议，您要是真想跟王爷开战，那就去1对1，或者您喊50个人围殴他也可以，就是别扯上家人。对了，听说您那些朋友都挺贵的，把他们撤了吧。你们到底用的什么手段？不但知道了我们后面人是谁，还让他们能取消订单？运气，完全就是运气。那这几天怠慢大家了，每个人1份，大家千万别推辞。之前不管怎么对大家，那都是哪都通员工张楚岚干的。现在事情结束了呀，我们虽然谈不上交情，但绝对没仇。以后说不定还有求各位的时候。这些钱都是我们小王总给大家的一点心意，希望大家在这边玩得开心。王爷，我就不和你道歉了，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绝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儿，联系我们，保证给你办妥。各位，告辞。慢走啊！谢了，老张。这钱本来是给你的，但你让他们领了我的人情。说实话，你还是给我上了一课。这都是小意思。哎，一会儿哪吃啊，宝儿姐？烤鸭。过来。
终于玩活了，这么多天好久没有吃顿正经饭了。完活？完了？基本上啊，就差个收尾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冲进陈金辉家，杀他全家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双方都没有到图穷匕见的程度，正是各退一步的好时机。他会把人叫走，为什么？说明他也有顾忌，他有顾忌就好办。论实力，你比陈金辉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次你这么头疼啊？因为你碰上的是个无赖。什么是无赖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所以他玩你们这种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但如果无赖碰上了无赖呢？在双方没有撕破脸皮之前，大家都会谨慎起见，因为一旦撕破脸皮，那就是一场比谁更没有下限的较量。所以啊，为了保护你家人，你必须告诉他们，你也是个无赖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离开家，随便去哪都行。你不可能一个人护住你们全家人的，反而会让别人看到你的弱点。所以离开家，把会的工作交给别人。我倒是这么想过，可是我交给谁我才能放心呢？看我干嘛？老青，我看你也挺闲的，要不来我家做个兼职？不行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推3个人选。我这几个朋友比那些保镖靠谱吧？这每个身手还真不错。那您考虑考虑，把他们请过来。个高那个就当您的贴身男保镖，那个女孩当我妈的贴身女保镖，个矮那个保护一哥全家。你安排的这么好，是不是又打算出去啊？早几年，你大学一毕业就要出家，气得我狠狠地打了你一巴掌，盼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从武当回来了，结果呢，还是留不住你。爸，那您要是还不解气的话，要不你再给我一巴掌？儿子，你长大了，自己的路呢，自己走。爸，就求你一件事情，出去啊，遇到什么危险、麻烦，千万不要自己扛着，回家有老爸呢。得嘞，老爸。其实我知道您有钱有能耐，但像豪车、豪宅这些我真用不上，您还是留给我那2个哥哥吧。是啊，所以我一直拿你没有办法。爸，您别这么说。其实我比他们更依赖您，因为有您在，才让我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，成为了我自己。爸，谢谢您。你那几个朋友，我留下。明天好好陪你妈吃顿饭，别提这事。他那边呢，我去哄。儿子，你呢，就悄悄走吧。宝儿姐，酒店早餐有黄瓜吗？厨房哪里？你居然去人厨房了？人家等挺好嘞。你还当人面？
张先生，您的车已经帮您停在门口了，这是您的钥匙。谢谢。交了那么多钱，怎么还这么小气？老王，这次还得多谢谢你啊！要不是要回公司上班，你这酒店我还想多住几天。哪儿的话，这次是我多谢你们了，让我的家人摆脱了假身乱局。接下来的事我自个儿应付。先走了。张楚岚，冯宝宝，有缘再见了。对了，多的钱我已经打回你账户里了啊！啊，你不想挣钱了？你都带我进内警了，是我自己没本事要不到答案，你又不欠我，以后再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喽。嚯，我这都多少年没见人摇过车窗了？那我再给你摇一次。得了，快走吧你。王爷，谢谢你。虽然我只模糊地看到了一些真相，接下来我必须找到原因。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路。那两怪胎已经送走了。突然清静下来了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你呢？你打算回去吗？不回去，我得到处去逛逛。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啊，我也遇不上那么多有趣的人、有趣的事儿。我都有点上瘾了。你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其实这2天我一直在合计，为什么那个张楚岚那么游刃有余？我这个人呢，不是自夸，也算得上是聪明。从小就能把身边所有人都应付好，爹妈、老师、同学，包括我那2个哥哥，我都能让他们满意。可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成绩，对我来说真的只是应付而已。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好麻烦呐。所以毕业之后，我就先去武当修修心。你知道吗？在那之后，当我面对我身边人的时候，我有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。看你们那些愚蠢的人呐，成天为了自己那点小欲望疲于奔命，看我多逍遥，多自在。你们还在世间操劳的时候，老子已经出世了呀。可是这种优越感这几天荡然无存了。原来我也有应付不了的事儿。而这么脱俗的我，不得不求助一个最俗不可耐的家伙。为什么你在所有选择里选择了最烂的一个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自己扛。虽然我不知道张楚岚在内景里问了什么，但他要面对的真相是一场灾难。现在我相信，哪怕有一天他真的踏上了那辆火车，找到了那个真相，他也应该早已能够坦然面对一切风浪。看着那2个家伙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多蠢。而今天他们身上所拥有的，我不具备的，正是世俗的过往雕琢打磨后的结果。而与他们相比较，我所长的，无非只是更好命而已。一直逃避入世的我，哪有资格谈出世？
老王，其实不管怎么说吧，经历了这个事儿，你能有所收获，那都算好事儿。不过你千万别学阿莲啊，真太臭不要脸了。我不是那意思。其实我在想，太师爷让我离开武当，或许是另有深意吧。我也出来吧，做个行者，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我的离开，也能让我家人的生活回归平静。走了，就这么走了？宝儿姐，还有黄瓜吗？给我也来一根。是我。你真敢过来啊？不怕我杀了你？笑什么？你要是想杀我，现在就动手。想杀我的人那么多，死在你手里是最好的选择。怎么，下不了手啊？因为我们是一类人，对吧？谁跟你是一类人？你阴我。我掌握了关于877的秘密，张楚岚，我已经无路可。我去！看什么看？我也是要脸的。我偷偷出来见你这个人渣，当然要做准备了。你还是没变。这是你爷爷和我重要的记忆，假身之乱的真相就在这里，但是只能我来解开。我交给你，不是因为信任你，而是你一定会来找我。什么情况？没时间解释了，赶紧走！陈左顺，是。全信散了，我只能东躲西藏，我没有力量继续获取真相。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地方。张楚岚，我已经把所有关于你的记忆提前做了标记，希望能再见面。你大概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。怎么着？还跑吗？好久不见，公哥。你要是想我了，直接一通电话就行了。我也想你了。我都多少年没回去了？那你今晚就跟我回去见太爷。好啊，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太爷的身体怎么样了。
干什么？别打了！别活的！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掉吗？做梦！带走。天使爷竭力想要守住的那个秘密，终究还是守不住了。说人到如何程度才占有满足？长饮长听方长情经营，是真笼罩的世界和出来的退路，看不清迷雾，信仰成为我的支柱。我想你会发现，人生被条框束缚，正常一无变正常的心。你想要的逍遥，混乱中皆焦躁，不用风雨那边生风吹散所有烦嚣。云雾笼罩四方，我既逍遥又何须再伪装？人潮拥挤追逐不变的规律，我有些受够如此盲目的前进。驻足于山门外，与游于城市中，又有谁能看透这浮躁？八卦中寻方位，美景中不吉凶，拂袖扬长于林深不安处。你说人到如何程度才占有满槽？不由风雨那边乘风吹散所有闷响。七个聚小周天之变，人事纷扰各有挣扎。七个聚小周天之变，人事纷扰各有挣扎。山间的风得以越过苍穹，慵懒地低着头，好像活在白日梦里的身体，轻倚着车窗天堂，内心中的秘密在逐渐浮现光芒。会有多少人觊觎的奇迹，在激起无法轻易结束的闹剧，要学会面对片刻迷茫，请别执着方向。你说人到如何程度才占有满足？长饮长听方长情经营，是真笼罩的世界和出来的退路，看不清迷雾，信仰成为我的支柱。我想你会发现，人生被条框束缚，正常一无变正常的心。你想要的逍遥，混乱中皆焦躁，不用风雨那边乘风吹散所有烦嚣。就是一个必须杀人的畜生，他杀了自己的亲妹妹，杀了我的妹妹。动作！太爷，怎么样？这小子把关于宫琴和传信的记忆全都删了。你先上去吧。
丽亮，你小子嘴硬得很呐！赶紧把张西陵田径中的记忆交出来，这八戒记到底说的是什么？当初从吕家逃出去，求得全新的庇护，背叛族门，罪该一死。但今天，只要你把八戒记的线索告诉太爷，太爷保你不死。太爷，我当初跑出去，是因为所有人都冤枉我杀了小欢。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事，撒了很多谎，但唯独在妹妹的事情上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小欢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是看着你们这些崽子长大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了解。就算是你杀了小欢，我相信那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没做。大兴地里，我不希望你是凶手。我们吕家的每一滴血，哪怕是你这荒唐的家伙，我都是格外珍惜的。我希望你能把八戒记的记忆交给太爷，我会重新让你成为吕家的人的。太爷，你愿意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吗？愿意。不过太爷，您能不能回答我一件事？说吧。我在田径中的记忆中看到了双卷手，太爷，为什么梅慧树和双卷手那么相似呢？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吕家最大的秘密啊！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应该知道了。谢谢太爷。丽亮，你不是想知道双拳手和冥魂术的关系吗？太爷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这是我们吕家最大的秘密，你得守住啊！小欢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寻找真相。哪儿的通快递最近出现大规模送件失误，引起大量消费者不满。作为一家老牌快递公司，究竟将消费者权益置于何处？女士，消费者都在等待回复，您能回答一下吗？这次事件给公司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，公司决定停业休整3天。楚岚，楚岚。怎么了，三哥？开会呢，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刚刚讲到哪里了？停业3天。太好了，三哥，这几天我被客户是连打带骂的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行了，散会吧。楚岚宝宝留下。三哥，一会儿我们中午去哪吃？海鲜还是烧烤？我请客。这次公司任务负责调查事故的原因，我决定了，你和宝宝来做。三哥，我堂堂艺人演武大会冠军，天天在这里给你送快递，
再说了，这是公司系统出了问题，我俩又不是程序员，我俩怎么查呢？系统没有问题，是有人从外部恶意攻击了公司的系统，并且窃取了一些重要的情报。反正我刚刚说过了，这次影响非常恶劣，公司高层可都盯着呢，你们俩不要给我掉链子啊！那我俩怎么查呀？我给你们俩找了帮手，他会联系你们的。嗯，我可以看看这个吗？宝儿姐，这不我吃的。真硬。这就是三儿给咱们找的帮手吗？临时工高二壮，居然是个妹子，头像还这么萌。方不方便电话沟通？切，这么神！宝儿姐，我们走。嗯。这个高二壮选在这里见面，我总觉得有点不靠谱。这边开机。三儿介绍来的，又跟我一样是临时工，肯定靠谱。17号，这边。然后呢？开机。开机。打开摄像头。二壮说要找个人。秦鹏，23岁，程序员，艺人。就是这个人窃取了公司情报，我已经把他的信息发给你们了。晚点你们把他带到公司问话，看看他背后的人是谁。所以我们就是过来替你开个机，这就完事儿了？对啊。你是没钱上网还是未成年啊？哎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为什么要我俩跑一趟？宝儿姐，这姑娘本事是挺大，但脾气也不小啊。张楚岚，不许在背后说我坏话！宝儿姐，她就在我们身边，她听得到我讲话。别找了，张楚岚，我就在身边。变态直男是谁啊？谁呀？谁呀？这是你看。奶奶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也不晓得我今年多大，我算一下，宝儿姐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，还是个外人。把手机还给宝儿姐。就你本事大是吧？啊！有本事你出来啊！你给我出来啊！出来啊！一行人，你出来啊！嚷嚷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我已经问过了，这个叫秦鹏的程序员是上个月才加入的全新，这次是上面给他的第一个任务，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入侵的是公司的系统。那是谁给他下的命令啊？他说他忘了。忘了？是真的忘了。我用过各种办法，对方的姓名、性别、长相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
难道和吕梁有关？抓到的几个黑客都跟秦鹏一样，忘记了委托人的所有信息。是不是他的记忆被别人动过手脚？应该是某种异能手段。这件事我向上汇报的，你们不用管了。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嫌疑人都已经抓到了，你和宝宝可以放假了，回去吧。嗯。你也回去吧，继续调查秦鹏的记忆是如何被抹除的。你确定他真睡着了？放心，我放东西，他会睡到明天中午了。宝儿姐，不吃五花肉就没事。你要他眼镜干什么？你也近视了吗？我们每次跟二壮交流的时候，他好像都在我们身边，对我们一切了如指掌，就跟能看到我们一样。但我们却看不到他。能跟他交流的只有三个，所以根据我的推测，三哥肯定是有某种方式跟他联系。我观察了许久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这个就是跟二壮交流的奥秘。让我看看你这个高二壮到底长什么样子！哎呀妈，张楚岚，你戴眼镜也太丑了！你戴着眼镜咋这么丑呢？你果然不是人！你才不是人呢！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 AR 还是人工智能，或者是宠物小精灵？二壮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饿不饿？不饿。他看着咋这么傻呢？他确实挺傻的，不像我这么机智。我，哎，二壮，其实你就是哪头图的中央系统，对吧？对。二壮，所以系统被黑，信息被盗，包括快递送错这些事你全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处理快递信息就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。那全信盗取这些信息，他们想知道什么？他们有什么打算？当然告你啊！二壮，有啥好处啊？你想要什么好处啊？这可为难我了。那这样吧，选一个你最爱吃的，跟我描述一下味道，越详细越好。你不是在逗我吧？二壮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那我也吃不了东西啊。你不愿意啊？那我走了。哎，别！什么味道啊？有点咸，就有点咸呢。嫩滑、酥脆、饱满的肉感在口中融化，丝腻香甜，回味无穷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串，这是人生的味道。再接着咬下去，味道醇厚，仿佛一瞬间带你回到了大草原，田园牧歌，策马奔腾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等等，还有远山树林的味道。为啥所有这个羊肉串的味道？可以了，终于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了。那我就勉强告诉你吧，这次全星偷走那份资料呢，是关于8奇迹创造者的。
里边呢有他们的身份信息，还有生辰下落啥的，反正死的活的都搁里边。他们要这个干嘛？那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还知道一个消息，就是全姓出了个新任掌门。新任掌门？他们之前不是说代掌门？是新任掌门，不是代掌门。什么代掌门、新任掌门？你说清楚点啊！你给我描述的呢，就够回答这么多问题的。再见。哎，你别，还真走了。全信掌门为什么偷走8奇迹的质量？这8奇迹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这要师爷没禁闭，我还能问问师爷。但现在师爷禁闭了，我问谁啊？哦，啊，喂，玲珑，我呀，几个月不见，我想死你们了。我也是。谁的电话？谁呀？楚岚。啊？什么楚岚？哎，你那么亲热干什么？你少搭理他！嘿，他们龙虎山老子少的，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，一个个的都不厚道，都是骗子。玲珑，你去跟陆爷说，我前几天见了我师爷了，我师爷也特别不好意思。这样，明天我去拜访一下陆爷，替我师爷道个歉。你是说你师爷真想跟我道歉？行啊，来吧，我看看你师爷怎么道歉。楚岚，我嘱咐你几句啊，等会儿见了我太爷，别乱说话，他最近心情很不好。我知道，就是跟我师爷那些事儿，对吧？不光是那个，就他们最近这几个老人家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一个一个的。就他前2天刚去拜见过方洞天老道长，结果没几天就听说方道长仙逝了，还有那个武当山的卢道长，听说也仙逝了。经历过假圣娘的人越来越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太爷哄开心了。到时候再陪他喝2场。宝儿姐，交给你了。没得问题。那就好。太爷爷张楚岚来了，来，太爷爷张楚岚来了。哦，来了啊，还有红宝宝。玲珑，你替我去招待一下这丫头，我跟张楚岚有话说。宝儿姐，去我房间撸撸猫，撸猫。不愧是张志伟一伙的，怎么看怎么讨厌。陆爷，徐3、徐4都跟我说了，在甘北草原，什么石老见到我师爷话都不敢说。论豪气还是得看我陆爷的，跟我师爷那是将遇良才，棋逢对手，大战了5天5夜都没有合眼，战天地，斗苍穹。行了，别碰我了，你师爷一巴掌我就挂了。我已经想通了，我不是气他打我，气的是他全不顾这些老伙计们，把自己封到龙虎山上。你说说啊，我都活到这把年纪了，我这还剩几个朋友了呀？你看看，就这几个人了。陆爷，您要是因为这事儿的话，我师爷要是下不了山，我可以当您好朋友。你做我朋友，你拉倒吧！我要是年轻个几十岁，你做我朋友，我早晚不得被你玩死啊！行了，你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真就是来看看您，顺便给您带了一点保健品，祝您长命100岁。你闭嘴！我都110岁了，你祝我长命100岁？那就祝您长命200岁。
好好好好，哦，好，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您这么敞亮，我都不好意思问了。本来还想问问，甲申之乱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您肯定不会告诉我，所以呢，我就想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八旗记？你要说八旗记，那还得从36贼说起。妙，妙，妙，宝儿姐，撸猫不是这么撸的。来，这么简单吗？啊，宝儿姐，你们这次来找我太爷爷，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给我试试。这就是36贼名单。你跟封家很熟了，知道封正豪的爷爷封天养吧？他们家传技能，居远潜将，我还见过呢。封天养当年正是被王矮家抓走之后才供出的这份名单。通天路是我的兄弟郑子布临死前传给我的，可在当时，这所谓的八旗记，它只是个名字，到底这些本事是什么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楚岚，在艺人界中，一个本事技能是要经过上百年的传承打磨，才能称其为奇迹。可是这8个人一夜之间竟然悟出了八奇迹，这其中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了能从封天阳口中问出八奇迹真相，当时来了好多成名成腕的大人物，他们原以为轻而易举的通过审问封天阳就可以得出真相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些前辈们一个个全都栽在了这次审问上。上一代的老天师，你师爷的师傅，当时他也在场，他曾经劝阻大家不要再审下去了，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听劝阻，庶子不可图谋。告辞。这折腾了半个月，也没问出这八奇迹到底是从哪儿来，真相是什么。最后只问出了这个36贼名单。当年这36贼的幸存者还剩9人，我都给你写在名单的最后一页。正是这9个人悟出了八奇迹。9个人？八奇迹。本来他们是9个人，而其中的8人悟出了奇迹，也分别给自己的奇迹取好了名字。最后一个还在那儿苦思冥想。那最后这一个人，他悟没悟出奇迹啊？吴根生。吴根生自身的手段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，就是跟这八奇迹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因为这个人就是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。那不是跟我师爷一样厉害？吴根生，百家姓柳姓吴的。吴根生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号，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。这可是个狂人，他自称天生灵根，无忧无虑无牵无挂，无性情无根源，过去无来，将来无终，就连他的手段也是无门无派，自成一家。有的人说他是从死人肚子里钻出来的孩子，也有人说他是被贵胄家族遗弃的私生子。真正让大家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他坐上了空缺了数百年的全姓掌门的位置。从此以后，这帮松散的疯子可就有了带头人了。全姓掌门？什么？没事儿。我们公司前几天系统被人黑了，经过调查，幕后黑手就是新任的全姓掌门。
他还把我们公司的8期机资料偷走了。不对呀，这吴根生在甲申之乱之后就无影无踪，下落不明了。之后历任的权姓首领都只敢称自己是代掌门，从来没人敢称是掌门。那会不会是他回来了呀？什么？啊，我自己瞎说的。那这个人多大了？他比我还大10几岁呢。那应该是死了吧？我倒还真希望他活着。吴根生，我必须杀了你！随时等你来杀。宝儿姐，玲珑，咱们吃火锅吧。张出来，不是说要陪我大爷喝2盅？我一会儿要开车。Cheers。来，好，陆爷，这8奇迹已经现世的，周胜把封后奇门传给了王爷，郑子部的通天路传给了您又传给了张灵玉。封天养的居元潜将封家和王家都使用过，这3奇迹已经被世人所知。但未现世的另外5种奇迹，端木鹰的双拳手，马本在的神机百炼，古奇亭的大楼洞关，阮峰的6股仙贼，还有我爷爷的气体源流。这5种奇迹都是什么本事啊？当年这8个人悟出8奇迹后，他们相互之间只是透露了名称，至于各自是什么本事，他们之间也都不知道。陆爷，那当时艺人界像您这样的能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是他们8个悟出了8奇迹？我倒是听封天养提到过，他们悟出8奇迹的地点是一个叫24节谷的地方。他还说到，那里曾经有仙人飞升，还留下了一个极其神妙的气局。气局？对，就是通过人力布置，改变气的流动，从而达到奇异的效果。他说这个24节谷能逆天改命，让人起死回生，甚至白日飞升。起死回生。陆爷，真有这么神奇的地儿，您带我去看看呗。我可不知道这地儿在哪儿。哎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后来找遍了全世界，也没找到这个24节谷。你别说我们，就你们哪儿都通，啊，资源多，能耐大，研究了几十年，不是也没找到这个地儿吗？我估计啊，这一定是封天养为了保命，信口胡编的谎话罢了。如果是信口编出的谎话，那怎么会有8个人同时悟出8奇迹？陆爷红。哎，对了，陆爷，您刚刚不是说审封天养的时候什么招都用过了？那怎么没有试试吕家的迷魂术啊？你拉倒吧，在甲申之乱以前，他吕家还没有迷魂术呢。吕家没有迷魂术，那吕家又是什么时候有的呢？我奉劝你小子，啊，你要想多活几年，吕家的事你少掺和了。这个畜生，他杀了自己的亲妹妹，杀了我的妹妹。吕家问题很大，涉嫌多宗违反艺人管理条例的案件，但我们脑周通一直找不到直接证据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
样子好气派啊，比狗娃子他们村大多了。当然，这毕竟是石老的地盘。都这么晚了，这些人不睡觉吗？吕老爷子，吕老爷子，发生什么了？吕梁在哪里？太爷，怕，太爷怕。没用的东西，阴魂术一直没有练好，你还有脸叫？这是啥地方？走，下去看看。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。这是吕梁的眼睛。那他人呢？我亲眼看见他被吕家人抓走了。这是你爷爷和我重要的记忆，假山之乱的真相就在这里，但是只能我来解开。掌门到！大家快站好，迎接新掌门。各位，我已经拿到了八奇迹的核心信息，想不想和我一起重现一个真正的全息？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生来就不平凡，不知何为怕。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一心妹妹独去任世界风华。前路浪大，我责任背下，我寻求真相，不顾险境多大。在千古之间迎风踏，习武雷阵法，自己点名说话。不愿做任何人背景，我来命运就由我自己来主宰。身后出现的火影，走在大地上五彩斑斓的，在黑里一个人独白说：岂不有谁又能有几愿在我心中存？一身本领在，习得金中魂。放过为何去，逍遥望青春，练就我心肠，但随即一变，踏过一变出执念某一点，听见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喊，我看到希望出现在你面前，穿过这梦境，把故事听遍，我看透这世界，一封信云淡，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
想走的路就不好走，想做的人也不好做，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才会忘了自己最想要什么。我习惯去面对些挫折，因为我从不把回去做错的。人生就是如此，会变会莫测，都是反复数次，不过是过客。别负责比期待那个沉重的东西，我依然不会累。在对人身上的步骤，我坚定相信自己不会退。喜欢美下话说美，条件成双蝴蝶飞，回望身后飘起的泪花，10年迎风向北吹。我放过没而去，逍遥往青川练就我坚强，但随即一别踏过一眼珠，执念我一见听见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喊，看到希望出现在你面前，穿过这梦境，把故事听遍。我看透这世界已放心云淡，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谁理给我这么邂逅，我不在乎你到底来自何方，随时都握紧拳头，在背地之上皆星辰，永会闪着光，目的地向前走，尽管身上受了伤，还是依然放声歌唱，在有你陪伴的地方。谁与我曾邂逅，我不在乎你到底来自何方，随时都握紧拳头，在背地之上皆星辰，永会闪着光，不停地向前走，尽管身上受了伤，还是依然放